我们按照这个我们事先的这个构图，把这朵花画在这个位置啊，这朵花画在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朵花在这个位置，我们稍微的笔，挺干净的，不用洗，不用洗，直接蘸这个底色。现在笔上干了哈，笔上干了，我们蘸一点底色，蘸一点底色，然后去调色。我们先把这个藤黄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。好，再调这个鹅黄，然后调一点这个珠标。这朵花我们画在这个位置，花不要画太大了啊。好，我们从哪里开始都不重要哈。好，各种各样的这种小碎瓣去组合啊，没有规律，没有1、2、3，只有这种灵活自由的去组合，灵活且自由的去组合。自由的去组合啊，各种各样的小花瓣，我们自由去组合，没有规律哈。笔尖要不停的去补充这个深色的，笔尖要不停的去补充这个深色的。我们要有大有小，你看这么多小的，我们偶尔来一个稍微大一点。好，各种各样的小花瓣，我们来一些瘦一点的，长一点，各种各样的姿态，各种各样的小花瓣啊。各种各样的花瓣，我们去组合。好，各种各样的这种花瓣去组合，有大有小。好，补充一些颜色。这边又可以来一个稍微大一点的了，稍微大一点的花瓣，让这个花瓣里面有大有小的这种变化。随意组合，对的，随意组合，没有规律的随意组合，就是你不一定按照我这一模一样的去组合，你可以按照你心中的
花去组合。各种各样的花瓣啊，各种各样的小花瓣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笔上有点干了，没有这个底色了，没有底色，我们蘸一点这个底色，来这个笔肚蘸一点底色。好，我们调色还是一样的，先把这个藤黄均匀的调一层，在笔的1/2，再调一点这个鹅黄，再调一点鹅黄。好，这种各种各样的小花瓣、小碎瓣，各种各样的小碎瓣，我们去组合。笔尖的颜色不够啊，有很小很小的、很小很小的这种细节。笔尖要不停的去补充颜色，那偶尔来一个稍微大一点的。然后再去补充颜色，不停的，我们画这个小写意花，要不停的补充这个颜色。哎，没有调匀哦，颜色没有调匀，一下笔就知道这个颜色没有调匀，颜色没调匀，它就画不出这种感觉，所以调色非常重要。我一直讲的这个调色非常重要，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颜色调匀。颜色调匀，你画的这个花瓣它才滋润，才好看。各种各样的这种小花瓣，各种各样形状的小花瓣去组合。好，这里偶尔来一个这个大一点的花瓣，让这个花瓣里面有大有小有变化。我们要注意到的是个大关系，我们要注意的是大关系。什么大关系？就是花瓣的大小变化、颜色的深浅变化和这个物象的虚实变化。这个是我们画这一朵花的这个大关系。好，各种各样的小碎瓣，我们去组合。好，各种各样姿态的啊，有一些非常小、非常小的这种花瓣。非常小的这种细节，我们要把它表达出来。画这个小写意，就是要有耐心、细心。调色，把它颜色调好了是最重要的，颜色调好了就是最重要。笔尖不停的在补充这个深色。小小的这种小细节，小小的这种小细节。好，现在没有底色，我们沾一点底色。
颜料是这个藤黄、鹅黄、朱标，藤黄、鹅黄、朱标，还有这个赭石和三绿，到最后会用到一点点，最后会用到一点点。好，然后再调这个鹅黄，调鹅黄，笔尖调一点这个朱标，朱标啊，现在调的是朱标，大家要仔细的看咱们调色，调色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啊。这边我们可以来一个大一点的花瓣。让这个花瓣要有大有小，有变化。哎，这个笔尖不够深哦，笔尖不够深，所以我们调色还是要仔细一点，不要怕浪费时间，每一笔都要调好。一笔没有调好，这个颜色它就有区别。你看这一笔刚刚我们颜色调少了，它就不行，不好看。好，这里来一个这种姿态的，像一个反瓣一样。那这个空里面，我们可以再补充一些小的花瓣，伸出来，要有各种不同的姿态的这种花瓣去组合。我们还画一些这种反瓣。画一个折起来的这种花瓣。等一下，我们这一个花瓣里面加一个花瓣，加一个大的花瓣，让它折起来。好，我们这个第二层，这个基本上是第二层。第二层基本上我们就这样子画，这样子差不多。我们把这一个花瓣里面的这个中间这个正瓣把它补上去。这个第二层中间的这一层，我们就差不多就画这么多。好，我们补充那个正瓣的时候，我们稍微笔尖沾一丁点这个赭石，不要太多了，不要太多了，一丁点就可以了。让这个颜色，这个正反瓣这个颜色会有一点点区别。正瓣里面的颜色稍微深一点哈，稍微的深一点。好，这个就是一个卷起来的，来看一下，像一个卷起来这种花瓣。笔尖沾一点深色，这里来一个花瓣。好，这个第二层的花瓣我们就画这么多，差不多就画这么多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是第二层，就是我们现在分解的哈，分解了这个第二层的这一部分的这个花瓣，第二层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画第三层的这个花瓣，第三层的花瓣颜色是深的，我们要另外调一个底色啊，另外调一个底色，我要把这个底色变深一点。这个底色里面，我先把笔洗一下。大家看一下，每一层的这个颜色上会有一点这种变化，大家注意。好，这个底色里面我们再加一点这个三绿，再加一点三绿进来，把它调深一点哈，把它调深一点。
好，我们再加一点这个胭脂进来啊，再加一点胭脂进来。现在调的是底色啊，这个底色里面加了这个三氯和胭脂，把它调成这种灰灰的，颜色。好，我们再调一下，继续调完这个底色之后，继续调颜色。好，笔尖还是一样的蘸这个珠标，我们可以蘸一点点，最后我们可以蘸一点，哎，三氯没有了，再挤一点三氯出来，可以加一点点三氯。好，笔尖蘸一点点这个三氯啊，好，我们画这个第三层的这个最下面的这一层这个花瓣，它只是一层小小的这种小花瓣，颜色会深一点。笔尖蘸一点点这个三氯哦。这个来一层这种不一样的颜色的这个花瓣。好，我们外面这里加一层这个花瓣，加一层这个不一样颜色的花瓣。大家可能看到这个颜色不一样会很着急，这个花会不会画毁了不好看？大家不用着急啊，小小的小碎瓣啊，小小的小碎瓣。偶尔可以大一点点，偶尔可以来大一点点的这个花瓣。可以这样子反笔来画啊。颜色一定要调匀啊，颜色一定要调匀。
好，这个下面来一层这种不一样颜色的这种花瓣，还是一样的，会调一点这个，我们就是底色不一样，其他的颜色都是一样的调，其他的颜色都是一样的调。这个有一些花瓣它稍微的长一点。好，这里我们可以来一个长一点的，这外面一圈都是一些这种小碎瓣。好，这个是第一层和第二层都画了，然后我们再画这个第三层，画第三层的这个大花瓣。那么这朵花它是朝下的一朵花，朝下一朵花，这个枝干它肯定是从这上面长出来的。我们可以先画一片这个叶子在这里，画一片叶子在这里。我们用刚刚的这个画嫩叶子这个颜色去画一片小叶子在这里，哈，让它中间穿插了一片叶子这种感觉。来，藤黄加三绿，这三绿没有了，弄点三绿过来。藤黄加三绿加朱标，笔尖蘸这个胭脂，在这里画一片这个，这里来一片叶子啊，这里来一片这个小叶子。这后面还会有一些叶子啊，后面还会有一些叶子，就从这里穿插了一片叶子进来。好，穿插了一片叶子，然后我们继续画我们的花瓣，继续画我们的花瓣。第三层的这个大花瓣啊，这现在画这个，刚刚我们示范了很多这个大花瓣，现在我们笔上有点干了，我们蘸一点底色，蘸一点底色再来画，蘸一点底色，然后继续调色。还是一样，先调这个藤黄，先调这个藤黄，然后再调这个鹅黄，再调鹅黄，然后调这个朱标，调这个朱标。好，这个大花瓣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花瓣，我们怎么去画。我们来画一个反瓣啊，画一个反瓣。来，笔尖再补充这个深色，有些地方我们加一点点这个赭石啊，来里面来一层这个小的花瓣，加一点点这个赭石，颜色一定要调匀啊，
颜色一定要调匀。好，我们这里有一个反瓣，我们补充里面的正瓣，还是一样，多调点颜色，多调点颜色。补充一下颜色啊，笔上画2笔之后，我们就要补充颜色，颜色一定要调到位，一定要把这个颜色调匀。颜色调匀是这个画这个花的这个关键点啊，关键就是要把这个颜色调匀。好，我们画最后面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加一点点3绿啊，笔尖蘸一点点这个赭石，一点赭石和一点3绿。颜色上会有一点微差，这种变化。好，这个大花瓣，好，这个大花瓣我们还可以再延伸，这里让它有一些小的细节，有一些小的碎瓣，不要每一个都是大花瓣，里面也会有这种小的这种碎瓣。那么这边我们正好来了这样的一个瓣，我们来一个花瓣，来一个，再来一瓣，让它。如果一个的话，它就是反瓣；如果我们再加一笔的话，它就成了一个这种花瓣。就是刚刚我们示范的时候有这种花瓣。好，笔尖再补充颜色，笔尖补充一点颜色，把这个根部稍微的加深一点点，根部稍微的加深一点。好，这一边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边，看一下这一边。好，我们首先还是加一点底色，笔上没有底色了，我们加一点底色，加一点底色，再补充颜色。然后这边直接来一个大花瓣啊。直接来一个这种大花瓣。好，我们的根部还是要调一点黄色的，根部调一点这种深一点的颜色，把这个花瓣的根部稍微的补充一下。好，我们还是这个大花瓣旁边会有一些小的碎瓣。会有一些小的花瓣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花瓣怎么去，哪里需要加花瓣。好，我们在笔上再沾一点，再加一点底色，再加一点底色。加了底色之后，继续调色。笔尖蘸一点点哈，蘸一点点，蘸一点点。这里再来一个。
这里我们再来夸张一点的，好，再补充一下颜色，补充一点颜色。根部的地方还是补深一点点。加一些这种小花瓣在中间。好，这边我们看一下哪里还需要加花瓣，慢慢去调整它，最后就是一个慢慢调整的一个过程。这里后面来一个花瓣，后面这个花瓣我们颜色肯定是还是灰一点，我们调一点这个三绿，调一点三绿，一样的先调一点藤黄哈，调一点藤黄，然后调一点三绿。这朵花你刚开始看的时候，它的干了之后的颜色就会变得均匀一些。刚开始看你会觉得，哎，这个花怎么那么绿？我们就是要用这种颜色的这种变化。大家要看清楚我怎么调色啊。颜色调好了，你画这个花它才会好看。这个花瓣我还在想，它是要长一点还是短一点？笔尖补充一点颜色，补充一点颜色。补充一点颜色，让它有一个好，这个花瓣中间有一个缺口，我们就留下这个缺口。笔尖稍微的调深一点，把这个根部的地方还是补稍微的深一点，让它深一点。这会有一些小的碎瓣啊，有一些小的碎瓣。这会有一些补充一些小的细节，小的碎瓣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啊。这个叶子这里要区分开来，把它撑出来。再看一下哪里需要调整。好，这个笔上干了，我们蘸一点底色，再来进行最后的这个调整，看一下我们哪里需要调整一下。这里我们加一点，这里我们加一点。
笔尖蘸一点点这个赭石啊，笔尖蘸一点点赭石。有一些花瓣我们让它出来，这里稍微来一个。这里让它留一个缺口。好，我们把这个最深的地方我们再去调整一下，深的地方让它再深一点，深的地方我们让它再深一点，调一点这个鹅黄还有这个珠标，鹅黄还有珠标，我们把中间这些地方需要深一点的地方我们再深一点，调一点鹅黄珠标。好，我们回一下笔啊，统一的回一下笔。好，我们稍微的把这个花的中间这些颜色比较黄一点的，我们用这个底色杀一点点，轻轻的扫一点这个底色，轻轻的扫一点，这个就是重要点哈，让它更加显得更加，它干了之后会整朵花它的颜色会更加均匀，会更加透亮，就是不会说两种颜色它的区分太明显。扫一下啊，随意的扫一下，随意的扫一下。随意的扫一下，这样子它的颜色就会平均了，就会均衡了，颜色会均衡，它干了之后就均衡了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嫩枝干先画出来。嫩枝干，我们这朵花它是反过来的，我们嫩枝干它会穿过这个花，穿过这个花，把这个嫩枝干在这个地方。为什么我们这个有一片叶子？这片叶子如果不够深的话，我们待会儿还会加深一点啊。我们画一个嫩叶子，嫩叶子我们用这个三绿和藤黄，三绿和藤黄调和，三绿和藤黄调和，然后调这个珠标，然后笔尖蘸这个胭脂，笔尖蘸这个胭脂。画嫩叶子的颜色大家记得哈，三绿、藤黄、珠标、胭脂。我们这个嫩枝干，我们从这里出来。好，颜色不够，颜色不够，笔上的颜色不够，再补充一些颜色。它是穿过来，明白吗？为什么这里有一片叶子是从这里穿过来？其实要等干一点画更好啊。现在这个花瓣稍微有点湿，稍微有点湿，如果干了的话会更好。这个枝干是从这中间这样子穿过来的，明白吗？好，后面还会有一些这个小的这个小这个飘带。三绿、珠标、胭脂。
好，这个是反过来的这一朵花，反过来这朵花位，所以说这里它会后面会伸出来这一片叶子，伸出来这一片叶子。这片叶子我们把它加深一点，太浅了一点，已经看不见了。待会儿我们等它干的时候，我们再加一点哈，再加一点。现在它太浅了，它太浅了，太浅了，然后撑不出来的变化来。现在它太湿了，我们加不好加。等干了我们再加一下，干的时候我们再加一下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画几组叶子，这里来一组，这里来一组。好，看一下在哪里再来一组叶子。这里来一组。好，这个三绿又没有了，蘸一点猪标，蘸一点胭脂。还有一组叶子，这边一组，这边两组，这里再加一组啊，从这里回过来，这样子找过来。三组。好，那我们先把这个叶子加上去啊，先把这个叶子加上去。那我们等它干了之后，这里再去把它，把它去调整一下。这里稍微有点湿，然后这片叶子撑不出来，有点，等它干了之后，我们再去调整。好，我们现在再用一个画老叶子的颜色啊，老叶子是这个花青加藤黄加墨，花青加藤黄加墨，调成这种墨绿色，调成这种墨绿色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是花青加藤黄加了墨调的，调成这种墨绿色。它的这个颜色的话，不一定说要跟我一模一样，你浓一点、淡一点，或者是黄一点，或者是青一点，或者是黑一点都可以。只是画出来颜色不一样，不一定要跟我一模一样的，只是你调成这种墨绿色就可以了。反正你调成这种墨绿色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来先画这一组叶子啊，先画这一组叶子，调点墨，调点墨，先画这一组吧。好，这一组的话，我们先画上面这一组，从这个按下去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画出一片，这个是一片叶子啊，这个是一片叶子。然后这边还是一样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这个是第二片叶子。好，我们蘸一点这个墨绿色，然后再蘸一点墨。中间的这一片叶子，中间这一片叶子，我们可以画成这种侧面的，让它翻转过来，画成这种侧面的。好，这个是一组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一组，这一组叶子，还是一样，我们蘸一点这个墨绿色，刚刚调的墨绿色，然后笔尖再蘸一点这个浓墨。好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枝干给挡住，蘸一点浓墨。好，先画这个。好，一片，这边画一个侧面的，中间这一片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这一组叶子我们就这样子来吧，把它穿过来，穿过这个后面来。
弄一点尖到这边来。好，我们再画这一组，这一组，这只画了2组，我另外等一下我们再加这个淡的这个后面的这一组，好吧？再加一些淡的这个层次，中间一偏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，两边各一边一笔，还有一边再来一片，每一片都是3笔组成啊。我们这个叶子可以稍微的，这个小品的叶子可能可以把它姿态可以画的。把这个叶子从这里穿过来。好，我们再画这一组，这一组我们可以画稍微不一样一点的颜色的叶子。我们来一点3绿，画个嫩叶子的颜色，嫩叶的颜色的叶子啊，让它不要所有的叶子都是一样的颜色，让它颜色上有一些区别。好，这个叶子是在这个后面，在这个后面的这个层次啊。这边我们可以从这边掺出来一点，掺出来一片叶子。这个叶子在后面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花，把这一片叶子，我们再把它加一下。这个嫩枝干我们也稍微的把它加深一点点，把它加深一点。我们再画一个老枝干，把它连接起来，画一个老枝干。我们这个枝看一下从哪里出。
好，我们从这里稍微把这个枝干给调整一下，一个老枝干，我们从这里再出来一根枝，这里插一个这个老枝干过来。稍微的有一点浅了啊。插了一个老枝干过来。再看一下，所以这里不能复笔。你看，刚刚我一笔下去就行了，一笔下去，刚刚颜色有点浅，所以我复了一下笔，它就晕开了。但是没有关系啊，没有关系。画写意的话，它不是说一定要求要多么的严格，即使有一点这种我干了之后还可以再去调整的，干了之后还可以再去调整。看在这里来不来一个小的这个嫩芽。嫩芽嫩叶，好，我们画一下这个嫩芽。好，我们来画一下这个嫩芽哈，看一下哪里画嫩芽。好，这里画一个小嫩芽。好，让它长条到这里来。小嫩芽。好，这样子一个小嫩芽。小嫩芽的根部也要画一下这个小嫩芽。这里来一个小的。好，这里看一下。每一个嫩芽我们要有一点点区别，不要每一个嫩芽都一模一样的。好，每一个嫩芽都要有区别。每一个嫩芽都会有区别。好，我们再勾一下叶茎。
好，这个是在后面的这个层次。啊，勾叶尖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勾得太明显了，一片叶子上勾个2、3笔就可以了。这个比较嫩一点的叶子，我们用这个胭脂来勾。好，我们这个嫩叶子用这个胭脂来勾。好吧，有一些这个嫩枝干，我们把它加一下。等这个老枝干干了之后，还要再去稍微的调整一下下。我们要加一点花心，也可以加一点花心。看一下整体，把这个老枝干我们可以再去调整一下啊，加一下这个墨点，加一下这个扩笔，因为刚开始这个水分画的时候，这个水分有点大。
点一下花心，我画一下花心。大家觉得画这个花心画什么颜色？觉得这个花画什么花心？画什么颜色的花心好看？这个花心我们可以让它白一点哈，让它白一点，再加一点这个到底下了会太黄了一点，再加一点这个太白进去，再加一点太白进去。这个花心用藤黄和太白调和，藤黄少一点，太白多一点，1:2调和，藤黄和太白1:2的调和。好，我们点一下花心，在这个比较深的颜色里，这里点花心。这个花心我们要分组，你看中间这一组会很多，慢慢的会有一些小的组合，有这种大组合和小组合。好，我们就点这么多花心，这里再点2颗。好了，花心就点这么多。会不会淡很多？干了之后稍微要淡一点。现在这个花已经干了，现在就是颜色。刚刚我们画的时候是比较深一点，它的这个颜色会看起来深一点。它干了之后更加自然，更加好看。